第一课，你想什么时候讨论这个项目？你好 Anna， 你想什么时候讨论这个项目？我们安排下周的会议怎么样？当然，这对我有用。你更喜欢哪一天？让我们把目标定在星期二，这对你有用吗？星期二听起来不错。什么时间对你来说比较方便？下午2点怎么样？这符合你的日程安排吗？下午2点对我有用。我们应该在哪里开会？我们在会议室见面吧，这是一个安静而合适的讨论空间。听起来不错。我们是否应该为会议带任何材料或文件？是的，让我们带上我们的项目笔记、研究结果和任何相关文件。好吧，我一定要事先收集好所有必要的材料。太棒了！在讨论中，你想重点关注什么具体内容吗？我认为回顾一下我们的进展，并讨论我们遇到的任何挑战会很有帮助。这是个好观点。我们还可以集思广益，为接下来的步骤提供想法。绝对可以。找到解决方案并保持项目向前发展非常重要。我同意。我们还要分配时间来分配任务和设定截止日期。听起来像个计划。我们可以利用会议来确保每个人的意见一致。完美。我还将准备一份问题清单，以解决任何不确定性。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方法，这将有助于我们进行有针对性和富有成效的讨论。谢谢你，约翰。我认为充分的准备是会议成功的关键。不客气，安娜。我感谢你的奉献和合作。同样，约翰，共同努力时，我们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。好吧，我期待着我们下周的会议。那见，安娜。下周见，约翰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你也是，安娜。下周见。第二课，晚上7点吃晚饭，你还好吗？你好，安娜。晚上7点吃晚饭没问题吗？是的，晚上7点对我有用。你想在哪里吃晚饭？市中心那家新的意大利餐厅怎么样？听起来不错。我听说过关于他们的意大利面的好消息。完美。我将在明天晚上7点预约2人入住。谢谢你，约翰。我很期待去这家餐厅试一试。Me too. It should be a nice evening to relax and enjoy good food. 绝对是。我应该知道你有什么饮食限制吗？不，我愿意尝试不同类型的美食。你呢？我也没有任何具体的限制。我对食物很喜欢冒险。太棒了。我们可以浏览菜单并尝试一些有趣的菜肴。绝对可以。发现新的口味和烹饪体验总是很有趣的。顺便问一下，你对餐厅的座位有什么偏好吗？如果可能的话，我通常更喜欢窗边的摊位或桌子。已注意到，我会在预定时申请展位或靠窗的桌子。谢谢你，约翰。那太棒了，它增加了用餐体验。不客气，安娜。
我希望我们的晚餐既愉快又舒适。我很感激，约翰，正是这些小细节才有所作为。的确，你有什么特别想在餐厅尝试的吗？我听说他们自制的提拉米苏很棒，我可能会为甜点留出空间。提拉米苏听起来很好吃，我也会记住这一点。晚上还有其他计划吗？晚饭后，我想我们可以在附近的公园里散步，风景很美。这是个好主意，这将是放松和消化我们饭菜的好方法。我很高兴你喜欢这个主意，大自然总是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。绝对可以，我喜欢在户外度过时光，尤其是在吃完一顿丰盛的饭后。好吧，听起来我们计划了一个美好的夜晚，我很期待。我也是，安娜，这将是一个难忘的夜晚。明天晚上7点见。明天见，约翰，等不及要吃晚饭，然后在公园里漫步了。第3课，什么时候是去购物的最佳时间？你好，安娜，什么时候是去购物的最佳时间？这取决于你想买什么。你说的是杂货还是衣服？我更多的考虑购买衣服，有更好的特定时间吗？通常，工作日不那么拥挤，因此您可能有更多的空间来浏览和试穿衣服。这是有道理的，避免周末的高峰期听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计划。有什么特定的日子吗？与本周晚些时候相比，周一或周二的早晨通常不那么繁忙。很高兴知道，在计划购物之旅时，我会记住这一点。那销售呢？如果您正在寻找销售机会，最好在季末或假日销售期间购买。我会在日历上标出那些时间。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吗？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天气，在极端天气条件下购物可能会影响您的体验。这是个好观点。出门前我一定要查看天气预报。有什么提高购物效率的小贴士吗？列出你需要的东西，并设定预算，以保持专注，避免超支，这会很有帮助。我会列出一份清单，然后遵守我的预算。谢谢你的建议，安娜。还有其他小贴士吗？穿着舒适的衣服，穿上试衣服时容易穿脱的鞋子。舒适是关键，我会穿合适的衣服和鞋子，以获得更顺畅的购物体验。还有别的吗？购买前不要忘记比较价格和质量，让您的钱物有所值很重要。我一定会花时间比较并做出明智的决定。谢谢你的提醒，安娜。不客气，约翰。做好准备后，购物会很愉快。祝你购物愉快。谢谢你，安娜。我很感激你的帮助。我会充分利用我的购物之旅。第4课，你更喜欢在开放式办公室还是在安静的空间里工作？你好，安娜。你更喜欢在开放式办公室还是安静的空间工作？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更喜欢在安静的空间里工作，它可以帮助我更好的集中精力。那你呢？我能理解。其实我更喜欢在开放式办公室工作。
我喜欢这种活力和协作。这很有趣，我可以看到社交环境如何激励某些人。绝对是。我发现与他人共处可以帮助我保持专注和参与度。我想这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工作风格和偏好。绝对可以。我们都有不同的提高生产力的方式。你特别喜欢安静空间的哪一点？在安静的空间里，我发现可以更轻松地集中注意力，不会受到干扰或噪音。它可以帮助我深入思考。我可以看出这对某些需要集中精力的任务有何好处。是的，没错。有时候，我需要一个平静祥和的环境才能尽力而为。另一方面，我喜欢开放式办公室中的喧嚣和互动，它激发了我的创造力。有趣的是，不同的环境会对人们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影响。确实如此，而且我认为，对于工作场所来说，提供各种空间以适应不同的喜好非常重要。我同意，拥有选择权可以让员工选择最适合自己和任务的选项。绝对可以，它促进了工作环境中的灵活性和自主感。因此，在理想情况下，工作场所将在开放和安静的空间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。是的，那将是理想的。它将迎合不同的工作风格，营造和谐的氛围。这似乎是一个公平的妥协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认为工作效率最高的地方。没错，它是在协作和个人关注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。好吧，听听你对这个话题的看法很有趣，约翰。同样，安娜，了解不同的工作偏好和经历总是令人着迷的。绝对可以。我们独特的偏好决定了我们对待工作的方式，并有助于提高整体生产力。说得好，安娜。当我们拥抱和尊重差异时，我们的差异就会成为一种力量。我完全同意，约翰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最适合我们个人和团队的方式。第5课，我们可以安排下周的会议吗？你好，安娜，我们可以安排下周的会议吗？当然，让我们找一个适合我们俩的日子。星期三怎么样？这对你有用吗？星期三听起来不错，什么时候比较方便？上午10点怎么样？这符合你的日程安排吗？上午10点对我有用。我们应该在哪里开会？我们在会议室见面吧，这是一个宽敞舒适的讨论空间。听起来不错。我们是否也应该向其他人发出会议邀请？是的，让我们邀请需要参与讨论的团队成员。好吧，我会起草会议邀请函并附上一程。太棒了，这将帮助我们保持专注，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。谢谢你，约翰。协作和清晰的沟通是高效会议的关键。不客气，安娜。感谢您对细节和整理的关注。同样，约翰，高效合作有助于我们实现目标。你想在会议议程中涉及什么具体内容吗？
我认为审查项目时间表并讨论任何障碍会很有帮助。好主意，我们还可以分配时间来集思广益解决方案和分配任务。绝对可以。重要的是要使项目步入正轨，并确保每个人都达成共识。我完全同意。我们还要为团队成员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或疑虑留出空间。这是个好主意。解决任何不确定性将有助于我们顺利向前迈进。太棒了！我会确保准备好任何相关的材料或更新。谢谢你，约翰。做好准备和积极参与对于会议的成功至关重要。不客气，安娜。我相信有效协作的力量。同样，约翰，只要齐心协力，我们就能为项目取得不错的成绩。好吧，我期待着我们下周的会议。那见，安娜。下周见，约翰。在那之前，祝你有富有成效的一天。第6课，你想什么时候去海滩？嗨，安娜，你想什么时候去海滩？我在想这个周末，你呢？这个周末也适合我。你更喜欢哪一天？星期六听起来不错，天气预报看起来很晴朗。那就是星期六。我们应该什么时候见面？上午10点左右怎么样？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正午的高温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。我们应该带沙滩必需品吗？绝对是。我们应该带上防晒霜、毛巾和一些零食。好主意。我还会带一把沙滩伞来遮阳。完美。保护自己免受阳光照射很重要。绝对可以。你对海滩的位置有什么偏好吗？我知道一个漂亮的海滩大约需要1个小时的路程，它有清澈的水和柔软的沙子。这听起来很棒。你能和我分享一下路线吗？当然，在我们出发之前，我会把地址和路线发给你。谢谢，安娜。我很感谢你在这方面的帮助。没问题，约翰。提前计划总是件好事。海滩之旅还有什么要记住的吗？多带一些衣服和换鞋可能是个好主意。好主意。我们可以在游泳后换衣服，避免在车里沾到沙子。没错，它使回来的旅程更加舒适。我真的很期待在沙滩上度过轻松的一天。我也是，约翰。这将是我们平常的例行活动的一个不错的休息时间。花点时间放松身心，享受大自然非常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它让身心都焕然一新。好吧，我很高兴我们意见一致。星期六上午10点，让我们实现吧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这将是美好的海滩日子。那我们再见。星期六见，安娜。等不及了。第7课，填字游戏，你完成了吗？嗨，安娜，你完成填字游戏了吗？是的，我做到了。我花了一段时间，但我终于完成了。这令人印象深刻。填字游戏可能具有挑战性。他们肯定会考验你的词汇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我也喜欢解决这些问题。你有没有发现任何特别困难的线索？有一些棘手的问题，但我凭借一定的毅力设法弄清楚了它们。这就是精神。当你破解一个棘手的线索时，这真是令人满意。绝对可以，这是一种很好的成就感。你有没有使用任何策略或技巧来解决这个难题？是的，我从更简单的线索开始，然后逐渐找到更困难的线索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它有助于建立势头和信心。我还用香蕉的字母来帮助我填补空白。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。填字游戏通常有相互关联的线索。是的，这就像在拼图中解谜一样。填字游戏是你一个人做的，还是和别人一起做的？这次是我自己做的，这是放松身心、挑战自我的好方法。解谜可能是放松和锻炼大脑的好方法。我完全同意，这是一项有趣而引人入胜的心理活动。你更喜欢填字游戏还是其他类型的谜题，比如数独？我两者都喜欢，但我稍微偏爱填字游戏。有趣的是，不同的人会被不同类型的谜题所吸引。是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长处。好吧，恭喜你完成了填字游戏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，这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。也许下次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填字游戏。这听起来像是个好主意，我会准备好迎接挑战的。太棒了，我们可以齐心协力，作为一个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很期待，约翰，这将是一项很棒的脑筋戏弄活动。确实会的，让我们再计划一天。第8课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做你的新项目？你好 Anna，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你的新项目？其实我昨天才开始，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。很高兴听见。该项目的时间表是什么？我们有大约3个月的时间来完成，所以还有相当长的时间。这应该让你有足够的时间来有效地计划和执行项目。是的，我已经制定了包含里程碑和截止日期的详细项目计划。太棒了，制定明确的计划将使您步入正轨。绝对可以，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，并确保及时取得进展。是否为该项目分配了特定的团队？是的，我有一个由4名成员组成的团队与我合作开展这个项目。那是一支规模不错的球队，合作将是其成功的关键。绝对是，我们已经召开了第1次团队会议，讨论角色和职责。团队内部的沟通对于顺利协调至关重要。同意，为了保持一致，我们已经安排了定期的状态更新会议。你对这个新项目有何感想？你兴奋吗？我真的很兴奋，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，符合我的兴趣。太棒了，享受工作会让工作变得更加充实。绝对可以，当你对某件事充满热情时，感觉就不像工作。没错，你有机会做一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，真是太好了。
能有这个机会，我感到很幸运，这也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。学习和成长是任何项目的重要方面。绝对是，我期待着扩展我的技能和知识。要开始这个项目，你需要什么具体的东西吗？我已经收集了必要的资源，并开始了初步研究。这是你的积极主动，它表明了您对项目成功的奉献精神。谢谢你，约翰。我想确保我们能顺利完成任务。好吧，我相信你和你的团队会做得很好。我感谢你的信任和支持，约翰。不客气，安娜。如果您在此过程中需要任何帮助，我将随时为您提供帮助。谢谢你，约翰。我会记住的。让我们一起让这个项目取得成功。第9课，你是如何设法对孩子们保持如此耐心的？你好，安娜，你是怎么设法对孩子们保持如此耐心的？好吧，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，但我尽力保持冷静和理解。这太令人钦佩了。孩子们可能精力充沛，要求很高。他们肯定让我保持警惕，但我提醒自己，他们只是孩子。没错，他们仍在学习和发展自己的社交技能。没错，耐心对于帮助他们成长和学习至关重要。你有什么特定的策略或技巧吗？我做的一件事是深呼吸，当我感到不知所措时数到10。这是恢复镇定和避免冲动反应的好方法。它可以帮助我对他们的行为做出更周到、更积极的回应。你觉得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活动或方法吗？让他们参与娱乐和教育活动，有助于积极引导他们的精力。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，让他们保持参与，可以防止无聊和行为不端。是的，我也尽量设定明确的期望和界限。建立界限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什么是可接受的行为。绝对是，一致性和清晰的沟通是关键。当情况变得困难或考验你的耐心时，你会如何应对？我努力保持冷静，解决这种行为，同时强调同理心和理解。这是一种富有同情心的方法，它还教会了他们同理心。是的，我相信要对我想从中看到的行为进行建模。听起来你在耐心和坚定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。我努力找到这种平衡，这对孩子和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过程。我敢肯定，他们非常感谢你的耐心和指导。谢谢你，约翰。看到他们成长和发展，真是令人欣慰。需要一个特别的人来陪伴孩子并保持耐心。我真的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，亲眼目睹他们的进步。好吧，你做得非常出色，安娜，继续努力。谢谢你的客气话，约翰，感谢你的支持。不客气，安娜，这是当之无愧的。第10课，你对重新装修客厅有什么看法？你好，安娜，你对重新装修客厅有什么看法？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，我们的客厅可以焕然一新。我同意，感觉有点过时了，可能需要一些振兴。
你想做出什么样的改变？我本来想重新粉刷墙壁，然后买新家具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你在考虑什么配色方案？我本来想选择一个更现代、更中性的调色板。中性色可以营造出平静而多变的氛围。没错，这也将使将来更换装饰变得更加容易。我喜欢在装饰上保持灵活性的想法。家具呢？有什么特定的风格或材质吗？我更喜欢舒适和时尚的结合，也许是线条简洁的东西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平衡。我们希望它既吸引人又具有视觉吸引力。同意，拥有我们喜欢花时间购买的家具很重要。我们还应该考虑会议室的布局，对此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认为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布置来优化空间。这是个好主意，我们可以尝试几个选项，看看哪种方法最有效。而且别忘了照明，它可以对氛围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应该探索不同的照明灯具来增强情绪。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装饰元素，例如艺术品或植物。我喜欢融入植物等自然元素的想法。它们增添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触感，为房间增添了活力。我很高兴我们俩都同意重新装修客厅。设想转型并创造一个反映我们风格的空间，真是令人兴奋。绝对是，它将使我们的起居室对我们和我们的客人来说更加愉快。我迫不及待地想开始这个项目，这将是一项有趣而富有创造力的工作。同意，让我们开始研究和收集想法，将我们的愿景变为现实。听起来像个计划，约翰。我很期待我们的客厅改头换面。第11课，你的偏好是什么？早点还是晚点？你好 Anna， 你的偏好是什么？早点还是晚点？我更喜欢早起的人，所以我更喜欢早起。啊，我明白了。清晨可能非常平静和令人耳目一新。是的，我喜欢安静的氛围，也喜欢从头开始新的一天的感觉。这是一个不错的视角。清晨可以为这一天定下积极的基调。他们给了我一种工作效率感，让我能够集中精力完成任务。我能看出这有什么好处。你通常在早上做什么？我喜欢从一些轻微的运动或伸展运动开始，以唤醒我的身体。锻炼是为未来一天精力充沛的好方法。之后，我喜欢吃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，来为我的身心提供能量。早餐确实是一顿重要的一餐，它提供必要的能量。绝对可以，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专注并保持能量水平。你有什么特定的早间仪式或习惯要遵循吗？我喜欢在早上花几分钟写日记或练习感激之情。这是尽早培养积极心态的好方法。是的，它可以帮助我设定自己的意图，并欣赏生活中的小事。太棒了，安娜。听起来你早上的例行活动很全面。谢谢你，约翰。
这是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发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是有益的。另一方面，我更像个夜猫子，我更喜欢晚些时候。深夜也可能很安静，你喜欢它们什么？我喜欢这种宁静的感觉，也喜欢忙碌一天后有机会放松身心。这可能是放松和自我保健活动的好时机。没错，我经常在晚上读书、听音乐或看电影。这些都是放松身心并享受休闲时光的好方法。我发现，在深夜时段，我也更具创造力和专注力。有趣的是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能量水平。是的，我们都有自己的自然节奏和偏好。这就是我们与众不同的原因。我们的偏好决定了我们的日常生活。绝对可以。接受我们自己的喜好，可以带来更充实的生活方式。无论是清晨还是深夜，找到适合我们的方法都很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安娜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我们自己的平衡和节奏。说得好，约翰。我们的偏好指导我们创造自己的日常体验。讨论我们的偏好真是太棒了，互相了解很有趣。我同意，约翰。进行这些对话并获得新的见解总是很不错的。的确，让我们继续拥抱自己的喜好，充分利用每一天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这是为了在我们一天中的首选时间寻找快乐。第12课，你在哪里工作？嗨，安娜，你在哪里工作？我在市中心的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工作。太棒了！你觉得自己的工作场所怎么样？我真的很喜欢。办公室拥有现代而充满活力的环境。听起来不错。这是一家大公司吗？是的，这是一家规模不错的公司，约有200名员工。你在那里有特定的角色或职位吗？是的，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，我正在开发新的应用程序。这令人印象深刻，在科技行业工作一定令人兴奋。绝对是这样，技术在不断发展，总会有新的东西需要学习。我能想象，你有紧密联系的团队合作吗？是的，我是一个由6名成员组成的开发团队的一员。团队合作对于成功的项目非常重要。那里的工作文化怎么样？工作文化是协作和支持性的，它促进创新和增长。太棒了！拥有积极的工作环境很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它在工作满意度方面有显著的差异。有什么你特别欣赏的福利或福利吗？我们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和专业发展的机会。灵活的工作时间可能是一项宝贵的好处，它提供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绝对可以，它使我能够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时间，并追求个人兴趣。很高兴听见。去工作场所的通勤怎么样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大约需要30分钟。这还不错。
附近有公共交通很方便。是的，它使我免于开车和寻找停车位的麻烦。你在工作场所附近有什么最喜欢的地方或便利设施吗？步行距离之内有几家咖啡馆和餐馆，很不错。选择快餐或喝咖啡总是很方便的。绝对是，它为工作日增添了便利性和多样性。总的来说，听起来你的工作场所很棒，安娜。我很幸运能成为这样一个积极而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中的一员。太棒了，享受工作对你的整体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。绝对可以，我相信，在我们的工作中找到成就感是平衡生活的关键。好吧，我很高兴听到你对自己的工作场所很满意，继续努力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感谢你的客气话语和鼓励。第13课，你明天会做园艺吗？你好，安娜，你明天会做园艺吗？是的，我打算在花园里待一会儿。这听起来很可爱。园艺时，你通常会做什么？我喜欢种花、修剪和照顾植物。看到你的花园蓬勃发展，一定令人满意。绝对可以，亲眼目睹我的劳动成果，真是太有意义了。你想明天有什么特定的植物或花朵吗？我正在考虑添加一些色彩缤纷的一年生植物来照亮花园。这是个好主意，它将为整体氛围增添活力。我还需要修剪树篱和除草花坛。保持花园的整洁非常重要，它让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很整洁。是的，定期维护可以帮助植物茁壮成长，并防止过度生长。你有最喜欢的园艺工具吗？我依靠一副坚固的园艺手套、修枝剪和一把抹子。对于任何园丁来说，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，安全和精度很重要。绝对可以，它们使园艺任务变得更轻松、更高效。对于开园的人，你有什么建议或建议吗？从小处着手，选择适合您的气候和土壤的植物。这是一种实用的方法，考虑环境很重要。另外，别忘了定期给植物浇水，并提供适当的阳光。水和阳光对植物的生长和健康至关重要。是的，它们在整体福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你觉得园艺放松还是更像是体育锻炼？两者兼而有之，它具有身体吸引力，但也具有治疗和镇静作用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，这是一种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和缓解压力的方式。绝对可以，在户外，周围环绕着绿色植物，让人恢复活力。我明白为什么园艺是一种如此受欢迎的爱好，它有很多好处。是的，这是培育和创造美丽事物的绝佳方式。好吧，我希望你明天在花园里度过一段富有成效和愉快的时光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我很期待。大自然有一种带来欢乐的方式。我完全同意，享受你的园艺课程，安娜。
第14课，我们可以把目标定在午餐时间开会吗？ Hi Anna，我们可以瞄准午餐时间开会吗？当然，午餐时间开会听起来不错。你什么时候想的？下午12点30分左右开会怎么样？这对我有用。你有开会的地方吗？市中心有一家新咖啡馆，我听说过很多好消息。你想试试吗？听起来不错。我总是乐于尝试新的地方。咖啡馆叫什么名字？它叫做 The Daily Grind， 他们的菜单上有各种各样的选择。完美。我会在网上查看他们的菜单，看看他们提供什么。太棒了！让我们计划明天下午12点30分在那里见面。听起来像个计划，我会把它记在我的日历上。在会议期间，你有什么要讨论的具体内容吗？我想回顾一下我们当前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并讨论我们面临的任何挑战。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，我们可以集思广益，制定未来计划。没错，必须保持正轨，并在出现任何问题时予以解决。我还想听听你对即将举行的客户演示的看法。我很乐意提供我的意见和建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协作是关键。感谢您的投入，有不同的视角总是有帮助的。同样，约翰，我也很重视你的见解。你还想在我们的会议议程上增加什么吗？我现在想不出其他任何东西，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听起来不错，如果需要，我们可以随时调整议程。同意，在我们的讨论中，灵活性很重要。我很期待我们明天在午餐时间开会，安娜。我也是，约翰。这将是一次富有成效且愉快的会议。明天下午12点30分在 The Daily Grind 见，安娜。再见，约翰。在那之前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15课，这周你会上瑜伽课吗？你好 Anna， 这周你会上瑜伽课吗？是的，我打算上瑜伽课。我觉得它非常有益。太棒了！你在想哪一天和哪个时间？我通常在星期三去，但其他日子我也开放。星期三也对我有用。介意我加入你的行列吗？一点也没有。有个瑜伽伙伴真是太好了。你有最喜欢的瑜伽馆或教练吗？附近有一间名为 Zen Yoga 的工作室，我真的很喜欢。我听说过这方面的好消息。他们教什么风格的瑜伽？他们提供多种款式，但我通常会参加 Vinyasa 课程。Vinyasa 听起来很有趣，它与其他款式有什么不同？ Vinyasa 是一种动态流程，其动作与呼吸同步。这听起来既具有挑战性又令人振奋，我很高兴能尝试一下。这是增强力量、灵活性和注意力的好方法。上课我应该知道或带什么东西吗？只要穿上舒适的衣服，如果有的话，带上瑜伽垫即可。我一定要带上我的。还需要其他道具吗？
工作室提供所有必要的道具，例如积木和皮带。这很方便，我很感激那些提供这些内容的工作室。它肯定会让它变得更容易，特别是对于初学者而言。Speaking of beginners, is the class suitable for all levels? 是的 ，Zen Yoga 的 Vinyas 课程专为所有级别的经验而设计。这让人放心。我对瑜伽还比较陌生，所以很高兴知道。别担心，约翰，瑜伽是一段个人旅程，每个人都从某个地方开始。谢谢你的鼓励，安娜，我很感激。没问题，约翰，我们将在瑜伽练习中互相支持。我真的很期待和你一起上瑜伽课。同样，约翰，与朋友分享积极的经历总是很不错的。这是保持活跃和照顾我们健康的好方法。绝对可以，瑜伽对身心都有好处。好吧，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，在本周3参加 Zen Yoga 的 Vinyas 课程。听起来像个计划，约翰，我会在那里见。Namaste。Namaste Anna， 很期待。第16课，今晚你会去电影院吗？ Hi Anna， 你今晚会去电影院吗？是的，我打算今晚去看电影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有一部名为《卫报》的新动作片获得了好评。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。我准备拍一部动感十足的电影。它什么时候上映？它在晚上7点和晚上9点30分播放，哪个时间更适合你？晚上7点的放映时间效果很好，让我们以此为目标。太棒了！我们下午6点45分左右在电影院见面拿门票吗？听起来像个计划。下午6点45分，我会在那里见。看电影时，你更喜欢爆米花或其他零食吗？我是爆米花的粉丝，尤其是搭配玉米片。那你呢？我也喜欢爆米花，这是一款经典的电影小吃。完美，我们可以拿点爆米花一起看电影。你有最喜欢的电影类型吗？还是喜欢各种类型的电影？我喜欢各种类型，但我特别喜欢惊悚片和喜剧。这是一个不错的组合，有一些悬念和笑声总是很不错的。我同意，它让事情变得有趣和有趣。你还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看其他电影吗？我听说过一部名为《城市之恋》的浪漫喜剧，看起来很有趣。浪漫喜剧可能是一个有趣的选择，让我们留意一下。绝对是，我们可以很快计划另一个电影之夜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。电影之夜是放松身心和享受陪伴的好方法。我完全同意，这是逃离日常生活的好去处。在今晚的电影上映之前或之后，你还有什么想做的吗？电影结束后，也许我们可以去附近那家新的意大利餐厅吃晚饭。这是个好主意，意大利菜听起来很好吃。我会为我们预定，以确保有桌子。谢谢你，安娜，我很感激你的体贴。
没问题，约翰，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夜晚。我很期待我们的电影之夜和晚宴，这将是一个美好的时光。我也是，约翰，让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。第17课，你更喜欢单独学习还是集体学习？你好 Anna， 你更喜欢独自学习还是集体学习？我个人更喜欢独自学习，它可以让我更好的集中精力。我能理解，有时候在不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更容易集中精力。没错，你呢，约翰？你有偏好吗？其实我很喜欢在小组里学习，它可以帮助我保持动力并分享想法。这很有趣，小组学习可能有利于协作。是的，一起讨论概念和解决问题可以加深理解。我可以看到这样做的好处，这是一种不同的学习方法。确实如此。另外，小组学习可以更愉快，更少孤立。确实如此，它可以营造一种友情和支持感。但是，我也很重视独自学习的灵活性和独立性。我可以看出这将如何适合某些学习风格和偏好。绝对可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有效学习方式。找到最适合我们个人的方法很重要。绝对是，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以适应我们的个人需求是关键。你有没有尝试过两者兼而有之，比如独自学习，然后和小组讨论？是的，我有。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平衡，可以将个人注意力和小组互动结合起来。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聪明的方法，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两种方法的好处。没错，它允许个人反思和协作学习。将来我可能会试一试，这似乎是一个全面的策略。我鼓励你尝试一下，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，安娜。谢谢你，约翰，感谢您的建议和支持。没问题，安娜。学习是一段旅程，我们都在不断发现新的方法。的确，我们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并不断发展。绝对可以，无论是单独学习还是集体学习，我们的目标都是扩展我们的知识。说得好，约翰，让我们一起继续学习和探索。同意，安娜，这是一项终身的追求。第18课，你什么时候去健身房？嗨，安娜，你什么时候去健身房？我打算在下午6点去健身房，你呢？我通常在早上去，我会在早上7点到那里。那还为时过早，我很佩服你对早间锻炼的奉献精神。谢谢你，安娜，它可以帮助我以积极的态度开始新的一天。我能看出上述，它必须给你一股能量爆发。绝对是，它为一天余下的时间定下了富有成效的基调。我更喜欢晚间锻炼，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在下班后放松身心。这是有道理的，这是从一天中释放压力的好方法。没错，另外，它让我有机会度过一个轻松的早晨。
我可以看到这样做的好处，它可以让你轻松地度过美好的一天。一切都与个人喜好和找到适合我们的方法有关。绝对可以。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自己的节奏和能量水平。你觉得早上健身房不那么拥挤吗？是的，这是优势之一。它通常更安静，更不拥挤。这是一个加分项。有时候晚上我很难找到装备。我能理解，人满为患的时候可能会令人沮丧。但我猜这也取决于健身房的高峰时段。确实如此，有些体育馆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比较繁忙。很高兴知道健身房的日程安排，并做出相应的计划。绝对可以，它有助于避免失望或长时间等待设备。我很高兴我们有不同的健身习惯，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经验。能有人谈论健身和日常锻炼真是太好了。绝对是，我们可以在健身之旅中互相激励和支持。我完全同意，只要齐心协力，我们就能实现我们的健身目标。让我们互相负责，共同进步。听起来像个计划，安娜，让我们精力充沛的锻炼并保持健康。我全力以赴，约翰，让健身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第19课，你在寻找健康还是令人垂涎的食物？你好，安娜，你在寻找健康还是令人垂涎的食物？今天我很想吃点健康的东西，你呢？我可以去找点放纵的东西，我一直渴望美味的零食。这很公平，偶尔沉迷于美味的东西可能是一种不错的享受。绝对可以，生活就是要保持平衡，对吧？绝对是。那么，你在考虑哪些健康的选择呢？我想的是一种新鲜的沙拉，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蔬菜和烤鸡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营养丰富、令人满意的选择。那你更倾向于什么健康的菜呢？我倾向于用豆腐和糙米炒蔬菜。听起来也很好吃，在我们的膳食中加入大量的蔬菜真是太好了。我完全同意，它们提供重要的营养素和纤维。现在我得问，你渴望什么放纵的享受？我一直梦想着一个带有一勺香草冰淇淋的腐烂巧克力熔岩蛋糕。哦，这听起来很棒。沉迷于一顿丰盛的甜点会让人非常满意。确实可以，有时候我们应该善待自己，对吧？绝对可以，人生苦短，不能错过偶尔的放纵。那么，你被哪种放纵的菜所吸引？我无法抗拒一个多汁的汉堡，里面有所有配料和脆皮薯条。这听起来令人垂涎欲滴，沉迷于舒适的食物可以让人非常满意。确实可以，这就像盘子里有点幸福的味道。同意，但是重要的是要找到平衡点，不要过度沉迷。适度是关键，我们可以享受丰盛的食物，同时仍然优先考虑我们的健康。绝对可以，大多数时候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好吧，看来我们的食物偏好已经整理好了。对你来说很健康，对我来说也很放纵。
这是一个完美的平衡。我们可以一起吃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味方式。这听起来像个计划，安娜。让我们去满足我们的渴望，享受我们的食物吧。我就在你身边，约翰。让我们深入研究，品尝每一口。第20课，你能帮我修好自行车吗？你好，安娜，你能帮我修好自行车吗？当然，让我们拿起工具开始吧。谢谢你，安娜。在自行车维修方面，我不是很熟练。没问题，约翰，我很乐意伸出援手。你的自行车好像出了什么问题？看来链条松动了，需要收紧。啊，我明白了。经常使用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这种情况。别担心，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，我们很快就会把它修好。太棒了！我们需要什么工具来完成这项工作？我们需要一把扳手、一把链条工具和一些链条的润滑剂。那我们就从车库里收集工具吧。听起来像个计划，我们很快就会得到我们需要的一切。我很感激你的帮助，安娜。有个知识渊博的人真是太好了。我很高兴，约翰。我喜欢骑自行车。你以前修过自行车吗？是的，我过去曾帮助朋友和家人修理自行车。这令人印象深刻。你是一个随身携带的人。谢谢你，约翰。我喜欢学习新技能和帮助他人。好吧，我很幸运能有你当朋友。让我们修好这辆自行车。绝对是。一旦我们拧紧链条，你的自行车就可以开始使用了。我很高兴能回到路上。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骑自行车了。这是保持活跃和享受户外活动的好方法。我完全同意。我错过了骑自行车时脸上有风的感觉。这是一种免费体验，不是吗？绝对可以。每次骑行都像是一次迷你冒险。我们将确保您的自行车处于最佳状态，适合您的下一次冒险。我很感激你的帮助，安娜。你是最棒的。不客气，约翰。能帮助朋友总是很愉快的。让我们开始工作，修好这辆自行车。再次感谢你，安娜。没问题，约翰。让我们为骑自行车做好准备。